今天我們來切牛肉 M89 等級的3只肉，這樣子3，好像又發現了一塊很像假牛小排的東西。它的表現我覺得不會輸牛小排。其實這個拿來切牛排應該是蠻好看的，真的很漂亮。這油花，哦，超香的，煎得很漂亮的表面，這就是爽感重的東西。很好吃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歡迎來到火星主廚回歸之旅。今天我們來切牛肉，這個是澳洲和牛的扇子肉 ，M89 等級的3只肉。那我們今天再次感謝廣元商貿提供我們肉，讓我們來切肉給大家看。我已經吃肉吃到需要吃降膽固醇的藥，是職業傷害有夠慘。那我們一樣，這個是真空包的嘛？切肉的話呢，我們要從這邊，從旁邊，不要直接這樣子劃一刀啊，劃到肉上面蠢。靠近肉的地方這邊刺一刀，然後你看空氣就跑進去了。空氣跑进去了，然後你再畫，就比較不会割到肉，就这樣你就可以拉起来割了。那理論上啊，我們都靠邊邊，可是它邊邊實在太難割了，所以我就是這樣拉起來割，盡量不要割到肉啊。那還有一些人就是覺得，那我不要割到肉，那我割這邊，這邊你就割到那個吸血面，不是面啊，就是反正就吸血的那一塊，我們就把它割開來。哎呀，我右手因為我握刀子，所以我就盡量不要摸肉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是一个纤維非常明顯而且粗的一個肉。你看這邊，這纖維看起來就很粗大條，這邊也可以看到很粗很大條，有點像我們之前那個叫什麼牛五花這個部位，有點像，然後也有點像腿肉，不過它是在腹部這邊的，那它叫做扇子肉。其實你看，油花其實很漂亮，感覺也蠻適合拿來推片的。然後理論上啊，它這裡面應該是2塊，理論上是2塊。哎呀，耶，今天都要吃掉啊！然後我們先把一塊收起來，那我們就來切吧。這塊肉我蠻喜歡它拿來做燒肉片，或是拿來火鍋肉片，塊就會像牛小排一樣2塊疊在一起，在一包裡面，的確是可以整塊拿去推片啦。只是最後你還是會散開來。台灣人覺得火鍋肉片切夠薄，不管怎樣都可以吞得下去。那我們就先來修清它吧。這個表面這一層，對，我們把它先切掉，油先把它稍微修一下。其實很薄啊，沒什麼好修的。不過這邊就是，你看這邊亮亮的，這個亮亮的，一看到是筋膜啊。對，所以這個就是要修掉的地方。如果因為它平平的，所以你就把它削掉就好了，也不會很困難。我們開始在切一些小兒科的肉了耶，比起我們上次切那個什麼豚肉型有夠複雜。這個膜呢，你可以選擇修，選擇不修。那修的話，底下會比較容易散開，可是修的會比較好吃，因為這個到時候加熱了之後還是會Q 起來硬硬的，那就看你個人的習慣。那我個人是習慣盡量能夠讓它變好吃就變好吃。哇，這集好水哦，感覺快要修完了。我們要想一些屁話環節，屁話要講的話是很多可以講，然後你都把我剪掉了。可以看到這邊就是還是有一層膜，那我們就把它修掉。這種比較不好修的膜就很討厭，它是凹進去的。決定性的難吃的地方修掉，沒有那麼決定性的，我們等一下可以像這種很難修的，你可以先不要去處理它，可以等一下你切片了之後，你再去決定要怎麼去弄它。廣元他們給我們的肉真的，澳洲和牛這個他們的修筋規格真的不錯，就沒什麼好修的。好處是你切燒肉片，感覺你的耗損或者技術性上面比較簡單一點。壞處就是我們要拿來乾式熟成的話，它就沒什麼地方可以在外面。那這個凹進去的，我現在先稍微把它修一下。我好像又發現了一塊很像假牛小排的東西，其實很像的，超像的，反正都在牛的肚子上嘛，大家都可以夾一下。你看它2片如果疊在一起這樣子拿出去，應該就是牛小排了。然後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它是肌肉一個收束的地方，所以這邊一定會超硬，這個一定超硬的，這個一定要拿掉。它應該是一塊肌肉，所以它叫扇子啊，它就像一片扇子這樣子，這樣子扇，幹好重，算了，不要搞自己，等下手受傷。其實我真的很好奇，台灣到底有多少店在修清牛肉？我知道比較高級的會啦，可是稍微便宜一點的就不修了嗎？你在台灣有吃過修清牛肉的店嗎？沒有。好像幾乎都是火鍋，就是切薄片，機器推片給你。不過你要訓練一個會修清的師傅，成本很高，問題都還是在人啊。我是覺得一般店不會修到那麼輕，畢竟扇子肉它不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級的肉，可是我覺得它蠻好吃，就像後腰一板，我覺得也是蠻好吃的。
雖然常常被低估，可是我覺得蠻好吃的。有時候他們會折起來，因為真空包的關係，它會折起來，就把它打開來，用刀尖稍微這樣劃一下，把它拉着，它就會自己跑起來。這邊就會有一塊薄薄的，你到時候就比較難去利用它。不過我們今天考慮的是好不好吃啊，不考慮成本，連廣元給的肉太誇張。沒有，我們只是在讓大家知道說你可以到什麼程度。好啦，我們這個地方凹下去的我就先不切，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它。那我們要切什麼？燒肉片嗎？先切第一刀，哇塞，先切薄的。理論上啦，我們通常會把它這樣子切成一個比較適合的大小，然後再來切。對，可是我今天想要先這樣子，我們等一下再來切，看要怎麼樣。今天有幫手，我们要不要多切一點？我們可以看到它是一塊比較薄的肉，這塊肉其實很薄，所以你要稍微切一個斜刀，讓它的面看起來比較大。所以你看我現在斜斜的切，這樣面就會看起來比較大，這樣面就會看起來比較大，比較漂亮。切後切咯，這樣後切就會是長這樣。然後我們切一口大小，其實這個拿來切牛排應該是蠻好看的。那我們要切牛排嗎？你願意烤給我吃嗎？沒什麼問題啊，你要敢吃啊。那我們切牛排哦，我們的牛排通常是幾公分厚？扇子肉啊，你看它就是会厚薄不一樣，這邊比較薄，然後厚，然後再變薄。對，所以你在分切的時候啊，你要先思考說你要怎麼樣去利用這一塊肉，會是你最好的利用方式啊。好像是油，我們就只好切掉，對不对？真的很漂亮哎，這油花很讚讚。覺得冬天拿来涮火鍋應該是一個很好的。要怎麼把它切成火鍋肉片是一件麻煩的事，每個地方會有點不一樣，所以就看你要不要修。切完之後再來看要怎麼修。這邊就有點像卡路里啊，我在懷疑這個中間的筋會不會很硬。不過我們等一下就吃吃看吧。我先從這邊開始切好了。我們這邊會比較難利用的，你就可以看說你要不要就是先把它切出來，變成2片這樣子，然後從這邊開始切，這樣。所以如果你去日式燒肉店的話，是可以點這一塊的。這個我們剛剛說凹進去這個不好修的地方嘛，這有一根筋很明顯，對不對？如果你看這根筋不爽，你就把它切掉，然後這個拿去做絞肉，就這個都可以把它切掉。看現在這個地方已經都露出來了，這塊油，那我就可以選擇就現在來把它修掉。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一塊整個油這樣修下來。所以有時候不要急着去把那個油一開始就修乾淨，你可以之後再來處理它。這是我們上課的時候都會這樣子教大家。因為有些人就是很執着要先把它修乾淨，然後就會挖到整塊肉亂七八糟的，後來會比較難處理。那這個地方其實你可以一直切到很後來，它耗水很少其實不到15%吧。然後這個地方越切越小了，你就要越切越細，讓它面看起來比較大。好了，牛排的話，我們也可以先把這旁邊修掉，趁這個時候把它修掉。這個我想吃吃看，會不會好吃？這個我想吃吃看。這不是牛排，被我們切得像牛排怎麼辦？後切刻花啊！今天你要加油哦！你說可以，我就當你可以哦。這2塊其實質地差蠻多，你看這邊是比較多筋的，你看這個筋還有這條，這個就看起來沒有。好，剛好來比對一下，後切刻花在這種斜切的時候會更明顯，可以感覺到它的吃起來的差異。就我們逆紋的時候，這樣切的時候，這樣後切刻花的話都會刻到裡面去。看這個纖維是斜的，就我們垂直的刻花的話，都可以再斷掉一些筋膜，所以這個肉吃起來就會比較好吃。你今天一直在滿口答應說你可以，難得有幫手，对啊。這塊我們就切切看能不能讓它變好吃。我最喜歡冬天修肉了，冷氣有時候真的，我們工作室這樣冷氣都不是很冷，冬天就沒這個問題，效率就高很多。這邊2塊不同的肉，你等一下記一下位置。薄切的，不要說我們都沒有認真。好啦，算了啦，我已經放棄我的擺盤。那就這樣，這塊不要切了吧？我這邊怎麼還有肉？怎麼辦？啊，不要了，這個先放進去好，切太開心了，一堆肉。
我印象中啊，扇子肉它是会比后腰一板的纖維還要再粗一點，所以我們等一下試試看它吃起來的感覺怎麼樣。我們要搬新的工作室了，那邊會有更多的課程，跟不管是吃肉的課程、切肉的課程，或是玩什麼東西的課程。如果各位乾爹呢願意就是擺東西在我們後面的話呢，對，讓我們的工作室不要只是空空的工作室呢，對，大家要贊助我們廚具，贊助我們烤箱，就來信跟我們討論，感謝大家。那我們現在來烤肉，扇子肉它也是跟後腰一板很接近，它就是在後腹部的。牛排先擺在這邊，讓它慢慢烤，好不好？我們現在烤薄的，這立刻就可以吃了。它這個扇子肉啊，它又叫薩薩米，在日文叫薩薩米。薩薩米的意思就是葉，那個它寫柿啊，如果寫漢字的話是竹字頭的柿，它就是竹葉的意思。你看，哦，超香的耶！切起來就很像竹葉一樣，它叫柿身。如果寫成那個漢字的話是柿身。好，這個我們再烤一塊。我要。你要？好，來給你，要鋪平哦。來，跟你說烤肉有技巧。金出汁有火哎。哇，你看這個煎得很漂亮的表面。好来，來，這個你就可以吃了吧？我覺得蠻油的，油脂味很重。來，給你吃比較肥的。对，油脂味很濃，不難吃，可是又有點脆脆的。不会不好吃啊，我覺得就是那種很爽的。我覺得配白飯啊，你去拿美生菜來，我覺得可以配生菜或配白飯，這就是爽感重的東西。我沒拿到，我找不到。我知道你找到了啦。我找不到。美生菜這塊我覺得可以了，拿下來 rest。要不然你要這樣包着吃。來，你試試看，整個塞哦。這樣變好吃了嗎？有沒有比剛剛直接吃好吃？那我吃吃看。是一個很適合包東西的，因為現在冬天比較難買檸檬，不然就要買黃檸檬。差遣你哥哥去買生菜就對了。来，我幫你包。我覺得肉可以多一點，但是後面都沒有肉。包了之後好吃很多，因為它的味道不會被菜的味道搶走，反而是互相加成，我覺得好吃很多。韓式烤肉可以考慮一下。這其實是韓式烤肉，反正只要是油脂夠的肉都叫卡路比，不一定會用牛小排，油花分布是均勻的肉，他們都會叫做是卡路比。那我們來烤一個厚的好不好？再加油。不用啊，這個肉很油，不用再加油。我說你要再加油。薄的應該是火鍋肉，也是很 OK。算出來可能真的跟牛小排不會差太多，咬勁很像。可是牛小排會是在日本的燒肉店來說，或是火鍋店來說，他們就會叫做秋卡路比，就是上卡路比。我們這個是生一條啊，先放這邊 rest。然後我們來吃牛排，3分熟。我覺得我們真的很希望瓦薩比的廠商可以就提供我們瓦薩比。它跟牛小排的差別是甜度不一樣，就甜的方法不一樣，就吃起來有點像美牛的牛小排，然後咬勁再多一點點。對你來說太有咬勁了。連吃2塊之後會不會還是這樣？還是已經變這樣？連吃2塊不行。這顆有點太多。咬勁太油，連吃2塊太油，所以要配白飯，對不對？白飯殺手系。你覺得呢？很甜，可是跟牛小排的甜不一樣，它要片是可以片，因為我觉得不是大家都有那個絕對的實感，但不一樣的部位啦，一個在腰部，一個是在胸腹部，骨頭肉邊還是比較甜一點，我覺得超適合配白飯，價位稍微低一點點，比牛小排低蠻多，差別可能就差在它不適合整個拿去推，
對，因為它的肉的形狀不平整，牛小排就是方方正正，然後一推就耗损很少，這個耗損會稍微多一點，因為它是扇子型的。那我們來吃什麼？刻花，吃刻花啦。刻花你會烤吧？熟到一半要翻哦。你要跟我说哦，然後再幫我拿一個那個。哪一個？包的肉。放這哦。那你等一下幫我顧一個。那你到底要顧哪一個？我顧這3個，你顧這一條。你要吃的我顧就對了，我要吃的你顧。對。比較薄的肉。這個可以翻的吧？這感覺可以在便宜的吃到飽裡面吃到，是合理的。這可以翻嗎？啊，翻啊。這個現在我就知道怎麼做了，讓它擠出汁來就可以了。整條給你包肉好不好？要切嗎？不要。要3刀夠。3刀嘞。继續翻哦。好，翻。哎，肉汁有跑出来嗎？有啊。所以你有學會，自己拿。好，你幫我顧。謝謝。這個肉我覺得要夠熟比較好吃。很好吃哎。刻花的。那我們現在都要切小塊吃，因為我們年紀大了。可以吃多快一點的。刻花之後油膩感沒那麼重。你現在在吃的是生菜，你要找生菜的廠商也可以。其實它跟牛排應該差不多感覺，對不对？這個厚切，這個我就烤比較深一點。我還要。你要什麼？包肉。我要配水。沒有刻花吃不多，對不對？因為它咬勁比較多，它適合薄切跟刻花。不是不能吃啊，其實好吃的啦。好吃，对。只是你真的吃不多。而且比起牛小排，它風味重，它風味比較濃。牛小排就是純粹的一個爽感，這個就會有比較多肉的味道。所以我覺得配飯配菜都很適合，它不會搶菜的味道，對，也不會搶飯的味道，不能孤單。好啦，再烤一個薄的給你。然後要配水的呀。我们把生菜吃一吃，結束這一趴。你為什麼要搶我的位置？大小塊，大小塊加起來會叫什麼？2塊。錯，答案是中塊。那是大加小除以2，數學不好。對呀。我不是我。你少來，很會演。他是一個沒辦法自己出任務的，不適合 solo 一塊肉。他需要陪伴，他需要陪伴，他就是要組隊的，跟勇者辛梅爾一樣要組隊。勇者辛梅爾一定要組隊，跟芙莉蓮一樣一定要組隊，不然芙莉蓮會被那個寶箱怪吃掉。我覺得如果有蒜片泡菜會更適合。而且它的濃的味道很適合蒜片泡菜這種東西，比起熱鹽，可能這塊拿來包這些可以吃更有感覺，也可以吃得比較開心，而且比較省。你說的錢包開心，肚子開心，店家也開心，然後也可以喝比較多快樂肥仔水。那我們的結論是，這塊肉好修，方便修，可是它不漂亮，不是方方正正的，口感稍微較咬勁，可是它風味也稍微比較多。對，如果在奧和的上面來說，它的表現我覺得不會輸牛小排，這邊看起來就沒那麼漂亮啊，看起來就是有一根筋在這邊，就沒那麼漂亮。然後很像卡路比，卡路比實在太肥太膩，風味又太多，對，然後咬勁又太多，那個就要切薄。這個的話，我覺得好奢侈一點，拿來炒肉片都還可以。我覺得涮牛肉它會是非常適合，就味道沒有那麼高雅，可是它豐富。簡單說，它不無聊啊，而且它就是一定要組隊的，就一定要跟什麼青菜啊、跟白飯啊、跟泡菜啊、跟蒜片。它的角色就很像麻婆豆腐，單吃有點奇怪，配上飯之後就覺得很豐富，對，我覺得蠻好吃的。整體來說，我覺得是一個適合搭配很多東西一起吃的肉啊。那個我們之前用卡路比做的那個啊，韓式炒肉，拿它然後一起醃，然後一起炒，這個的話會更好吃。牛排的話，我覺得 so 就還是要配飯，因為我覺得切薄片是它目前吃起來最適合的方式。切厚的話就有點硬。你覺得哪個最好吃？薄片。薄片，然後加生菜。如果我們下次加辣醬，你不喜歡辣醬，那大蒜你也不喜歡，那要加什麼？巧克力。我們下次試試看。
這塊拿來煮泡麵應該是蠻邪惡的。我覺得這重點就是好修，好修，然後好切，切薄片可以賣很多，然後可以賣一堆周邊，可以卖一堆周边，对不对？对。難得有你喜歡吃的肉啦，我覺得其實就是拿來火鍋應該也是可以，沾一個什麼厲害的醬，味道重一點醬都還可以，不會被搶到太誇張。那如果大家對於這個肉有任何的想法，或是你有更多料理的方式呢，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。然後如果你有更多的問題的話，也是在底下留言。可以加我們的 LINE 社群，裡面有很多有趣的人可以回答你各種有趣的問題。然後如果說想要贊助我們呢，可以再給我們超級留言，或者是加入我們頻道會員。頻道會員呢，偶爾我們會開放讓大家來這邊幫我們吃肉。你知道我們已經不行，我還可以吃。你算新人啦，對，你才來拍幾次而已，而且你小孩子的活動量比較夠，再加我也快不行。那頻道會員就是可以幫助我們，讓我們拍更多有趣的影片，因為我們最要搬工作室嘛，對不对？對，搬新的工作室呢，應該會有更大的空間，可以容納更多人來幫我們切肉，或者是可以來上我們的修肉課。修肉課的話呢，我們會告訴大家說怎麼樣切肉啊，怎麼樣切會比較好吃，怎麼樣修切，然後怎麼樣烤。就是修切這裡的部分呢，是課程佔時間蠻大的，可是我們更多的時間我們在吃肉聊八卦。修肉課是不是大家都很開心？你喜歡修肉課吧？磨刀課也很歡樂嗎？沒有，磨刀課大家很專心在磨刀。如果你要修肉修得好的話，你還是需要一把夠力的刀子啊。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要怎麼樣？訂閱、加分享、抖內。那謝謝大家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